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嘅 channel。首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因為最近咧比較長時間冇拍片分享俾大家，因為疫情關係咧比較少出街，同埋之前咧負責剪片嗰部 notebook 咧用唔到啦，咁依家咧就換咗部新嘅。咁好啦，今日其實就應承咗位朋友咧，就同大家講下喺香港咧點樣為你嘅伴侶申請受養人簽證，即係香港身份證嘅。基本上你嘅太太或者係先生，如果係外籍人士，打算準備香港身份證咧，其實都適用於呢條影片嘅。網上面有啲人話咧，需要申請幾個月，甚至乎要半年。咁計我話咧，如果好似我哋咁準備文件充足嘅話咧，個半月就已經搞掂㗎啦。咁當中咧，其實仲有好多細微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接住落嚟咧，我就會喺每一項咧詳細咁解釋俾大家知道。咁其實準備需要嘅文件咧，比起我喺泰國準備簽證咧，係仲要多成倍嘅。咁大家咧就可以透過時間軸咧去揾翻參考嘅資料，又或者係記得訂閱翻我哋嘅 channel 咧，記得 save down咧，咁我哋第時咧就可以揾翻呢條影片啦。咁簡單咁講解一下關於申請香港受養人身份嘅簽證先啦。受養人申請係必須已經有結婚證明，而且係中國大陸以外嘅國籍。其實簡單啲去講咧，就係用大量嘅文件去證明俾入境處知道你唔係假結婚，而最重要咧就係證明你有足夠嘅經濟能力支持你嘅伴侶逗留喺香港。所以我哋盡量準備晒所有嘅文件，令到入境處去相信我哋。咁我哋再需要補交嘅文件咧就會越少噶啦。我哋喺入境處網上所見到所提交嘅申請文件咧，其實就好少嘅啫 ，A、B 加埋淨係得7項嘅啫。但係實際上，如果我哋想一剔過，又或者係減少補交文件嘅機會呢，如果我哋準備十足呢，係超過20項文件嘅。以下落嚟申請受養人嘅文件呢，經常就會用到呢兩個字眼。申請人呢，就係你外籍太太或者係丈夫，保證人呢，就係身為香港人嘅你。我哋就會分為4大項嘅文件去講解，分別就係申請人同埋保證人表格、申請人、保證人嘅文件同埋其他文件。首先講解一下申請人同埋保證人嘅表格，因為需要雙方一齊去完成嘅。第一份需要填寫嘅表格呢，就係 ID997， 呢一份呢，就係受養人最主要嘅申請表格。入邊除咗需要填寫雙方嘅資料、簽名之外呢，仲要有申請人嘅大頭相。至於呢份表格咧，就可以喺入境處嘅網上面下載同埋列印出嚟嘅。呢度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就係大家簽咗名之後，所有之後嘅文件嘅簽名咧，都係要一式一樣嘅。第二份需要填寫嘅表格咧，就係 ID520，呢一份喺網上面冇提到，但係入境處好多時都要補交嘅文件。簡單啲嚟講，呢份家庭狀況申報書就要填寫翻雙方父母同埋兄弟姊妹嘅資料，而喺第2頁保證人部分呢，其實就同頭先嗰份 ID997 嘅表格一模一樣嘅。不過我個人認為都係填埋先會比較好。第3項需要準備嘅呢，就係雙方喺泰國嘅結婚證書。喺之前辦理泰國結婚簽證嘅影片亦都講過呢，泰國結婚證書係泰文嚟嘅。如果需要喺香港使用，就需要先翻譯成為英文。咁呢一度呢，係需要翻譯本嘅副本就可以噶啦。咁如果大家喺其他國家發出嘅結婚證明文件係英文嚟嘅呢，直接去交副本就可以噶啦。咁呢一度呢，就係第一大項總結嘅文件清單。如果大家需要的話，記得 cap 翻張圖，方便自己準備文件。跟住落嚟需要準備嘅呢，就係申請人嘅文件。即係你嘅外籍太太或者丈夫需要準備嘅文件。第一項需要準備嘅呢，就係出世紙。以下落嚟嘅情況都係一樣噶啦。如果大家嘅太太或者係丈夫嗰個國家所發出嘅文件係冇中文或者英文嘅呢，就需要有英文翻譯本嘅副本。而出世紙呢一度呢，仲有一個情況比較特別。如果出世紙入邊嘅父母名已經改咗嘅話呢，就另外仲要需要一份父母改名通知證明書。第2項就係佢所屬國家嘅身份證副本，呢一度提供翻正面同埋背面就可以噶啦，記得要有申請人嘅簽名。第3項就係護照本，
除咗資料頁同埋簽證頁之外，每一頁我哋用過嚟入境或者出境都要提供返副本，同埋每一頁都要簽名。第四項需要準備嘅呢，就係簽紙結婚之前嗰份單身證明書。如果大家仲有保留嘅話呢，建議大家 copy 返一份俾入境處去做參考。第五項所準備嘅呢，就係佢所屬嘅家庭戶口本。喺泰國嘅藍色戶口本呢，就係證明我哋嘅太太或者係丈夫喺當地嘅戶籍。咁呢一份文件呢，同出世紙一樣，如果係英文嘅話呢，就冇問題嘅。如果唔係英文呢，就需要有翻譯本嘅副本。呢一度就係第二大項申請人所需要準備嘅文件清單。跟住落嚟就係第三大項保證人所需要準備嘅文件，即係我哋要做嘅嘢。咁呢一度咧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咧就會慢慢咁解釋一下嘅。第一、第二項咧就係大家嘅香港身份證同埋特區護照嘅副本，護照本淨係提供翻資料頁就可以噶啦。第三項需要準備嘅咧就係過去一年所受僱記錄嘅申請表。由於我當時嗰份工咧就係現金出糧嘅，所以我咧自己填寫翻一份格式俾公司簽名。內容方面咧就需要提供翻自己嘅個人資料啦，過去一年嘅受僱方式同埋公司資料，咁最後由公司簽名同埋蓋章作實。第四項咧就係經濟狀況陳述書，同頭先一樣都係自己填寫翻格式，內容就需要提供翻個人資料、固定資產、物業同埋香港所有嘅流動資產。例如大家淨係得銀行存款又或者強積金嘅話呢，喺呢一度淨係填寫翻佢哋嘅總額就可以噶啦。最尾就由本人簽署作實。第五項就係個人信貸報告，呢一份文件係由環聯資訊有限公司所提供嘅。我哋只需要喺環聯網上面繳交港幣280蚊，就有一次性又或者係月費去揀，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咁自己彩色打印翻出嚟就可以噶啦。咁就唔使直接去辦事處做。而關於呢一間公司呢，其實就係所有香港人借錢又或者係申請信用卡呢，銀行都會透過佢哋嚟到知道我哋嘅個人信貸記錄嘅。第六項就係居住同意書，呢一度有啲唔同嘅情況。如果大家係租屋嘅話呢，就需要提供翻租約證明嘅副本。如果係父母持有嘅自住物業呢，就要提供翻以下嘅文件。需要有物業持有人嘅身份證副本，嗰個地址嘅物業差餉通知書，同埋保證人嘅住址證明。咁無論你係租屋又或者係自住物業嘅話呢，都需要填寫呢一份居住同意書嘅。咁需要自己填寫翻格式，同埋提供翻以下嘅資料，提供翻物業持有人嘅名同埋地址，持有人同埋保證人嘅關係，同埋要聲明翻共同居住喺以上嘅地址。最重要都要講明翻呢，保證同埋同意申請人喺香港喺所有嘅逗留期間係住翻喺以上嘅地址，同埋願意承擔翻所有嘅責任。最尾就由物業持有人去簽名。第七項需要準備嘅呢，就係工作同埋薪金證明。咁同頭先第三項嘅受僱記錄申請表比較相似嘅。簡單啲嚟講呢，就係出糧單。如果大家份工咧係現金出糧嘅話咧，就需要好似我咁自己填寫翻份格式俾公司簽名。內容就需要提供翻你嘅個人資料、過去一年嘅每月入息同埋強積金供款嘅記錄。咁入息係以現金方式去俾嘅。咁最尾就由公司簽名同埋蓋章作實。第八項就係強積金嘅供款記錄同埋證書，同頭先第四項嘅經濟狀況陳述書連埋一齊嘅。如果大家多過一個強積金戶口呢，就要提供翻晒所有嘅資料。咁一般過去一年嘅供款記錄呢，我哋喺網上面下載翻個 file 或者係直接 cap 圖印翻出嚟就可以噶啦。第九項就係過去5年稅務局嘅收入記錄，可以透過 email 或者係親身去到稅務大樓提出申請，無需收費。如果係透過 email 提交申請嘅話呢，就要提交翻個人嘅名、身份證號碼、身份證兩面嘅副本同埋通訊地址。稅務局之後就會郵寄翻文件去到通訊地址噶啦。最後一項就係銀行存摺本過去一年嘅記錄，呢一度亦都係同第四項經濟狀況陳述書係連結翻嘅。
需要提供翻過去1年嘅存款證明俾入境處，證明保證人係有足夠嘅經濟能力提供翻俾申請人留喺香港生活。咁一般網上面提到咧，最少有10萬就會比較好。如果大家係冇存摺本咧，就需要去到銀行申請翻文件啦。呢度就總結翻第3大項保證人文件嘅總結俾大家參考一下。最尾要大家準備嘅咧就係其他文件。第一項就係相識經過陳述書同埋照片。咁呢一度就係寫愛情小說嘅時間啦。咁大家就可以將文字敘述結合翻圖片，咁就講翻大家係點樣識嘅。咁大家嘅合照拍攝嘅地點係喺邊度啦。咁最後亦都需要提到幾時結婚同埋結婚嘅相。最尾仲要有共同嘅生活計劃。大約就係講翻申請人嚟到香港之後會有啲咩計劃，學廣東話嘅基本溝通啦，又或者係了解香港嘅文化或者係生活方式等等。但係就記住千祈唔好話嚟香港工作。我哋就為咗穩陣起見呢，入邊嘅相應該都有20零30張嘅。第二項就係雙方嘅通訊對話記錄，無論你係 WhatsApp 啦、Line 或者係 Facebook 都好呢，我哋 cap 翻圖或者係 download 翻嘅對話記錄印翻出嚟。如果大家溝通嘅信息非常之多，咁我哋提供翻最近嘅1至3個月就可以噶啦。我哋當時嘅經驗呢，就係2個月已經有300幾頁噶啦。最後幾項文件呢，其實就係入境處要我哋後補嘅，咁我就覺得係一啲可有可無嘅證明文件嚟嘅。如果大家有時間喺第一次交文件做準備嘅時候呢，就可以做埋，因為呢一啲文件相對嚟講呢，就十分之容易嘅啫，淨係打好個文件格式同埋簽名就可以噶啦。首先要準備嘅呢，就係保證人給予申請人嘅經濟支持證明，簡單啲嚟講呢，就係匯款嘅記錄。如果大家有嘅話呢，盡可能提供翻匯款嘅日期同埋其他嘅資料。跟住就係保證人現時每月收入同埋支出嘅聲明書，大約就係俾入境處知道你每月使幾多，同埋夠唔夠支持申請人喺香港生活。跟住就係保證人同埋佢家庭成員冇接受政府資助嘅聲明書。簡單啲嚟講，就係俾入境處知道你同埋你嘅家庭成員呢係冇接受到政府任何嘅資助。最尾一項就係保證人嘅家庭成員接受保證人經濟支持嘅聲明書。簡單啲嚟講，就係俾入境處知道你除咗俾申請人之外，仲有冇俾父母家用等等。如果大家需要的話，記得 cap 翻張圖，方便自己準備文件。我哋準備好晒所有嘅文件之後呢，就去到做申請嘅流程啦。我哋可以選擇郵寄或者係親身去交文件。咁當然我就強烈建議大家去親身交文件啦。交文件嘅地址呢，可以選擇喺屯門兆麟，又或者係灣仔入境事務大樓7樓嘅其他簽證組。關於屯門兆麟呢一度呢，係入境處新設嘅辦事處。如果大家住喺新界唔方便去到灣仔咁遠呢，都係可以去到交嘅。不過佢哋最尾都係將啲文件交翻去灣仔度處理嘅。我哋交咗文件大概1至2個禮拜之後呢，就會收到第一封由入境處發出嘅信件。入境處就會喺信件入邊提到正式收到大家嘅申請，亦都會有提供翻申請檔案嘅編號俾大家喺網上面查詢翻任何嘅進度。大約喺4至6個禮拜之後呢，入境處就會再發出信件。咁大家收到呢，千祈唔好太過開心。大多數咧都會要求你補翻晒所有嘅文件，咁呢一度咧佢亦都會有文件嘅清單俾大家。呢一度咧需要特別咁提醒大家，如果補翻嘅文件唔係太難做嘅話咧，建議大家一次過盡快補翻，同埋親自去繳交。如果唔係記失咗咧，又要來回咁俾翻啲文件去，嘥晒啲時間。喺漫長嘅等待當中咧，咁我仲想同大家講個秘密啦，又或者係同其他人都已經知噶啦，就係每一個國家嘅受養人申請咧，都有專屬嘅入境處高級主任去負責嘅。網上面咧其實係有機會查到佢哋嘅辦事處資料，咁而且順帶一提咧，入境處嘅職員係非常之好嘅，咁有機會透過簽證組嘅同事電話啦，再轉接翻去相關負責國家嘅主任。咁我哋就可以透過申請檔案嘅編號咧查詢翻進度，同埋如果收到信件有任何補交嘅文件係有啲咩唔明嘅地方呢，又或者係明明已經交咗嗰啲文件，但係入境處又要我哋補交翻呢，
咁呢個時候呢一個電話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去到最尾收到入境處嘅信件係成功批准嘅話咧，就恭喜你啦。咁我哋就可以帶埋信件啦、身份證同埋護照去到領簽證。我哋需要繳交費用港幣230蚊啦。咁入境處嘅職員就會將簽證黐喺護照頁上面。咁依家相信已經改咗做電子簽證噶啦。咁有效期就係佢哋批簽證當日起發出，有1年嘅時間。如果喺逗留限制嗰一欄係空白嘅話呢，就係代表可以喺香港嗰度工作。當大家拎到受養人簽證之後呢，呢度仲有一件事想補充。如果大家一開始交申請表格嘅時候呢，填寫咗申請人唔喺香港，但係喺申請過程當中已經嚟咗香港呢，原本嘅程序係需要出境再入境先可以生效簽證。我哋喺2021年頭辦理嘅時候，負責泰國嗰位入境處嘅高級主任就提到，我哋淨係需要手寫翻一封信，關於因為疫情關係需要入境處特許協助生效簽證，咁就可以噶啦。最後我哋搞掂晒之後呢，就可以直接上多一層去到8樓嗰度做身份證。一般嘅情況下呢，唔使預約都可以直接辦身份證噶啦。大家喺出邊嗰部機嗰度填晒資料之後，等嗌名，入到去主任嗰度影相之後就唔使再俾錢噶啦。大概等待2個禮拜咧，就可以正式攞到香港嘅身份證。講到呢一度咧，成個過程就完成晒啦。希望亦都可以幫到打算申請香港受養人身份而又無從入手嘅你。咁喺呢一度咧，亦都想多謝一下嗰位負責泰國嘅入境處高級主任。咁我哋喺2021年初嘅時候呢，咁我就遞交咗申請呢，再叫太太嚟香港。咁當時呢，就隔離需要21日，咁啊啱啱好呢，嗰陣時出得次簽證呢，就唔使再做延期。如果大家對香港受養人簽證有啲咩問題，又或者係關於泰國嘅事情想知道呢，如果我哋知道呢，都會盡量咁解答大家。記得讚好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多謝大家收睇。